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链。有句俗话说呀，不做不死。那么自从习近平打击阿里、腾讯和美团以及滴滴，还有打击教育股以来了，中国的这些公司的股价呀，不管是在美股还是港股，还是在 A 股市场上，可以说都是一路暴跌的模式啊。美团万亿港币的体量，一个月它是下跌了45%左右，股价接近腰斩。而新东方的股价呢，基本上是暴跌了90%。好未来的股价几乎上是归零了，跌了95%以上，完全是停不下来。这种暴跌可以说，现在就是港股和 A 股上的中概股啊，形成了一种轮动，港股跌完，刺激美股的中概股跌。美股的中概股跌呢，又刺激着港股跌，像这样反复的来回的循环，可以说两大市场的中概股啊，就是这样一种暴跌的轮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天的两个市场啊，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崩盘了啊。市场大崩盘 ，A 股呢是最先崩盘，港股崩得更加凶猛。7月27日 ，A 股的三大指数尾盘呢加速了跳水。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是跌了2.49%，而深圳的成指是跌了3.67%，创业板也是跌了4.11%，指数跌得非常之惨，那么个股呢也是惨不忍睹，两市超过3100只个股是下跌的，不少股票呢都是尾盘跌停，出现这种恐慌性的抛售了。A 股市场的标杆企业，你像贵州茅台、万科、中国平安呢，也都是暴跌5%以上。更悲催的是港股啊，截至昨天收盘呢，恒指是跌了4.22%，盘中呢一度失守25000点的大关。恒生科技指数呢暴跌了7.97%，盘中呢创下了历史的新低，跌幅一度逼近10%，是历史上的首次。科技股集体的暴跌。京东健康是跌了22%，阿里巴巴健康是跌了18.5%，而美团呢跌了17.6%，网易跌了13%，QQ 音乐也是跌了9%，阿里超跌6%。大家想想，这些都是港股市场的巨无霸，可以说都是定海神针性质的企业啊。那么现在连这些企业的股票都是暴跌，停不下来，所以整个港股啊，可以说就可想而知了，血流成河。另外啊，前天的市场也是全线的暴跌 ，A 股和港股也是都受到了重创。7月26日啊 ，A 股的股指是低开低走，盘中大幅度的跳水，沪指盘中跌超了2.5%，失守35000点，而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呢，也是跌超3%。前天盘中，恒生指数一度暴跌了2.91%，恒生科技指数呢，时隔10个月首次跌穿了7000点，创出了最近10个月的新低。那么市场连续2天的暴跌啊，尤其是昨天下午恐慌性抛售，一浪高过一浪，给人的感觉呢，就是2015年股灾又要重来了。那么现在大家开始认真的讨论股灾了，就是不管是香港还是中国啊。而中概股的暴跌啊，给美股也是增加了很高的风险。一旦美股市场上啊重仓持有的中概股的基金爆仓的话，那么美股崩盘的风险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美国的市场也是比较紧张、比较敏感的。追本溯源呢，看清楚了逻辑。那么昨天市场为什么会这样暴跌呢？我觉得有2个主要的导火线，一个呢是文件出来了，就是中国政府啊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力度是空前强大。7月24日，中办、国办正式宣布啊，说双减政策出台。什么是双减呢？其中最有冲击力的是2条。第一个就是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校搞培训。第二个呢，是坚持校外培训机构的公益的属性，属于公益性的组织，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纳入了政府指导价的管理，这切断了培训机构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做大做强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这些重拳出击啊，就把这些民间的教育机构、这些教育的公司啊，他们上市融资的渠道给切断了，可以说。所以这个政策出来，对这个教育培训机构的杀伤力啊是非常之强的，所以导致啊中概股的教育培训机构是暴跌。
基本上很多跌了90%，跌了95%以上。很显然呢，政策监管的强势介入，从根本上是改变了行业的一个增长逻辑。这种变化呢，不是短期的，而是在可以预见的中长期之内可以说几乎上看不到逆转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以新东方为代表的私人教育企业兴起的这20年呢，或者说黄金的20年已经是宣告结束了。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彻底是走入了死胡同。我看到新闻报道说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呢，在内部会议上是痛哭确实20年来自己养大的企业相当于养大的孩子股价暴跌4个月的时间呢，它的市值也是跌去了90%，基本上是要歇菜了。那么说不心疼呢，可以说是骗人的哭其实也很正常。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资本在中共政权面前呢是非常软弱、非常无力的。习近平要对这些资本动手可以说所有的私人资本都是逃不脱这个魔掌的。俞敏洪的痛哭呢，其实就是中国民营资本悲惨命运的一个写照。可以说他这是为中国的私营资本在痛哭。大家想想，富可敌国的阿里、美团、滴滴、新东方尚且都是如此马云和俞敏洪尚且都是这样，更不要说在中国的一些小平民了，对不对？不管是这次郑州的大洪水，还是中国随处可见的一些野蛮的拆迁，包括对私有财产的肆意的侵犯，可以说只要中共政府一纸禁令，你的财产房子，不管你是几房几厅，不管你是几套房子，基本上甚至连你的肉身可能都会飞灰烟灭。那么在没有法治保障的强国积累的财富其实我觉得就像建在沙子上的城堡一样，是没有任何根基的。中共一有风吹草动，一个政策的改变，那么你毕生积累的血汗的财富就会消失不见了。这也是我一直建议大家要把财富转移到海外，肉身要转移到海外的一个主要原因。长远来说，你必须要这样的，否则你在国内你的没有财产权，你的财产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有钱的企业家，对不对？一纸禁令下来，还不是痛哭流涕、灰飞烟灭、身价归零？很多都是这样的，更不要说你一个小平民了，那更是这样了。你积累几辈子的财富，你积累在强国的话，基本上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可以说归零是非常容易的。刚才说的是导致 A 股、港股崩盘的第一个引子，那么第二个引子呢，我认为就是中美的天津会谈。这次会谈的结果可以说并不乐观，不仅是不乐观而且可以说用非常恶劣来形容。其实这是美国给中国一个非常好的缓和关系的一个机会，只要中共政府在习近平这个文盲和战狼外交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话，那么继续对美国疯狂叫嚣就是改变不了的一个限度。可以说他没有实质性解决中美冲突关系的任何诚意，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次会谈呢，根据中方官媒的一个报道说，中国给美国首先列出了2个清单，画了几个底线要求美国取消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赴美签证的限制，取消对中共领导人的一些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的限制，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以及对孔子学院的一些限制。满屏的报道都是说中国外交部怎么强硬，对美国显得好像非常长自己的志气一样，盛气凌人指责美国，给美国上课，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给美国在布置作业，营造出的一种媒体宣传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的。至于美国到底是怎么说，媒体是只字不提的。那么这个要求呢，也是遭到了海内外网民的一个嘲讽，就是说关于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党员和家属的一些限制，那么这个要求可以说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说明他们还是非常害怕的。那么对于美国的系列的签证制裁中共其实还是很心虚，他们非常在乎，很怕这个制裁。他们提出的要求几乎都和中共的权贵和体制内的受益者有关。大家有没有想过，确实没有替老百姓说话的没有说站在中国的立场替中国老百姓说话，而是替中国的权贵和受益者说话。大家想想，都是取消对党员和家属的限制，取消对领导人的制裁，对不对？基本上都是替当权者在说话的，和草民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不是说美国水深火热吗？说美国很危险吗？美国现在很吓人吗？
那么为什么还坚决的要求美国开放签证呢？为什么还死皮赖脸的要自己的子女和自己到美国去了，对不对？别人把这条路堵死了，不让你去，你还不干，还在这里撒泼打混呢。那么至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到底说了什么，可以说中国的媒体也是没有报道。我看到的消息是美国要求中共政府呢，在气候问题和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和美国进行配合合作，要求中国改善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状况。那么这也是中共官媒不敢报道的主要原因。我看画面上美国的副国务卿谢尔曼以及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呢，都是面色非常凝重都是板着脸的，可以说一开始气氛就不是很对。美国不是来向你求和的美国是跟你抱着真实的诚意的态度来跟你沟通，来解决问题的。美国的代表团呢，当然也意识到了中共的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可能他们面色凝重呢，是对中共没有抱太大的期望。那么这也许是美国给中国的最后的机会可惜被中共外交部的战狼给彻底的错过了。当然这也是习近平的意思，这也给美国政府对中国更加强硬，我认为是奠定了一个基础。不是说没有给你机会，是给了你机会你没有珍惜，那么后面你就不要怪我美国对你不客气了。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跨市场看一下，昨天 A 股和港股市场暴跌的时候在岸和离岸人民币也是突然大跌。那么经常关注市场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概念，中国股市其实是相当孤立的，一般的涨跌呢跟外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人民币市场呢也不反映股市的涨跌。但是昨天呢，股市和汇市产生了联动，同时下跌，这说明一个问题风险可能跟外部的信息是相关的。从消息面上来看呢，也的确有一个重要的利空的信息，就是说美国将出台政策，限制美国的基金投资港股和 A 股。在7月27日呢，美国证监会就是 SEC 的代理主席他表示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中国政府干预的潜在风险，否则呢可能违反法律。众所周知港股可以说比 A 股是开放得多了。美国金融机构是深度参与香港市场，而且港股呢也拥有众多的做空的一些工具，所以这个消息发酵之后，港股跌的就是最凶猛了，尤其是科技股跌得非常凶。你像阿里、腾讯、美团这些巨无霸都是暴跌。科技股指数呢暴跌了8%左右，可以说历史上没有的。科技股不少指标也都创下了历史的新低的记录。此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就称呢，港股暴跌导致外资等机构是纷纷的跑路，外资撤离。最后从有限的交易数据来看实际上内资抛盘的压力是更大的，更多的是内资在抛盘，而外资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所以总体来说，总结一下就是说，昨天的市场情况呢，就是外资最先撤退跑路，那么最后内资呢一看形势不对，也是跟着跑，而且跑得更快。所以综合来看呢，习近平打击阿里、美团、滴滴等中国的科技巨头，打击教育培训机构等一系列的做法那么 A 股和港股的市场就如惊弓之鸟了，新刨为进，新跌为进，暴跌。为什么呢？很典型，用赵本山的话来说就是说树上有10只鸟，对不对？你开枪打死了1只，那么别人问你还有几只鸟，结果当然是1只鸟都没有习近平这架势就是要将中国的民营资本一网打尽。那么现在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人人求自保这是中国和香港资本市场崩盘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战略层面上呢，习近平和美国一直像是对着干让中国的外贸和资本环境是急剧的恶化，将中国经济可以说现在是逼到了死角。比如说，因为中国的行政政策导致美股的中概股暴跌，给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美国不仅是限制了资本投资中概股，还开始限制资本投资 A 股和港股。大家想想，如果 A 股和港股里面的美国的资金给抽离了，这两个股市会成什么样子？大家想过没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从中国和香港的大撤离。那么不仅是这两地的股市两地的楼市、债市可能都要是地动山摇的。而且最近呢，中国政府在对所谓的3座大山密集的开火像教育、房地产和医疗。7月23日，住建部是联合8个部门发布了一个文件，
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剑指楼市的多环节的乱象，重拳整治房地产市场，这是官方的说法啊。而在此之前呢，中共的监管层已经对房地产是下了重手。去年8月份，监管层给房企是画了3道红线。去年12月底又给各大银行设置了中国的房地产的贷款的红线。那么这些从根本上给狂奔的房地产可以说踩了一个刹车，建立起了长效的管控机制。现在中国这个二手房要贷款买房的话，贷款基本上很难批下来的，要求非常之高。而且现在各地的房贷的利率也都在上涨上调，那么买二手房的成本、买新房的成本都是在快速的上升的。在前面的2个政策之前呢，也在7月20日，也就是国办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训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明确提到了在医药领域开展反垄断的执法。那么这些就是中国的自媒体总结出来的，中共对3座大山下手了啊，是不是真的下手了？这个还不好说啊。除此之外，互联网资本在不少行业实质性上呢，也确实是形成了垄断，触角也已经触目惊心扩展到了民生、公共等行业领域。那么如果监管方面不出手打击互联网经济的无序发展，任凭互联网经济和金融资本结合，抢占数字的公共资源，侵入民生保障领域，那么将成为民众头上的又一座大山。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为自己打击互联网找的一个借口。所以2年来监管层也是开始密集的开货。你像蚂蚁上市被叫停，对不对？而且是重罚了181个亿。斗鱼虎牙合并案也是叫停，滴滴调查案，还有腾讯音乐独家版权案，基本上接踵而至。这些案件呢，都是针对中国的科技巨头的。那么这还没完，在7月25日的8个部门是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一个指导意见》，其中呢2条是非常有冲击力的。第一个是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节假日应支付更高的报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平台企业制定抽成的比例等等，需听取工会或者是劳动者代表的意见。所以这对美团为首的巨头们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美团这样暴跌，连续暴跌，一跌就是10%几，可以说已经是说明了问题了。当然中共它是不可能真正帮忙来搬走这3座大山的，这3座大山就是中共搞什么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结果。他们自己赵家人赚了那么多钱，对不对？你说他会推翻赵家人的山吗？这个是不可能，就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所以这所谓的推翻3座大山呢，不是真的想给老百姓来分忧，而是他们想借此呢打击私有资本，将所有的资本呢纳入习近平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至于用这些资本未来来干什么，可以说那是后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前呢，这些资本必须受到他的管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债务、金融杠杆、失业、社会矛盾等等各种风险呢，在不断积累的情况之下，可以说就像一个亟待爆发的火山口。所以习近平当然是如坐针毡的，他更要紧控这些资本，抓在自己的手上。在疫情之前呢，中国的 GDP 已经是掉到了6.1%，而去年呢只有2.3%全年。今年的经济增长呢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在去年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之下那么目标呢只是维持6%以上的增长。如果把疫情的特殊期间拉平来看，那么今年的目标相较于2019年呢，仅仅是增长了8.6%，所以2年平均下来增速呢只有4.3%。由此可见，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增速下台阶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可以说也是漏洞百出、问题丛生的，不是那么顺利，今年也是问题很大。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行业已经陷入了激烈的存量竞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内耗存量竞争蛋糕是有限的，大家进行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蛋糕很难做大，面临着这种状况。那么这也是内卷、躺平这2个词呢，今年以来被反复讨论，民间非常火爆的一个宏观背景。过去那么多年呢，经济持续的比较高的增长，多数行业没有内卷，
还有增量的蛋糕。那么中共的监管层呢，大体思路呢就是牺牲一些公平，更多的追求效率。比如说，对于异常繁忙的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是处于不设防、不管控的一种状况。但是现在变天了，在经济处于长期下滑的阶段，没有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让中国的宏观经济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那么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对不对？很多问题甚至会威胁到它体制的平稳运行和安全。所以，公平和效率的天平呢，它必须要开始倾斜向公平一点。如果不倾向于公平，在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的今天，那么中国的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最关键的，中国是没有福利这道防火墙，没有保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失业了，可以说很多人逼上了绝路，对不对？我看今年很多社会事情拿刀就是捅人的事情是越来越多，其实就反映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不断的激化，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可以说整个社会这样下去会出大的问题。那么这也是习近平非常害怕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又可能到了一个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打着反垄断的旗号打击互联网资本，打着给家庭教育减负的旗号来打击教育培训机构。那么这些只是开始，特别是打击教育培训机构习近平他是不允许这些私有企业来控制学生的意识形态的，对不对？要把学生全部赶回学校里面去，受到体制内的思想管控，不可能让这些教育机构给你洗脑，让你去出国接受西方的教育。那么但是这样的初衷走下去可以说也会导致类似毛泽东那样的灾难。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崩溃可以说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信号。一切都在砸盘了，资本市场都在清仓，都在逃命。大家看过这2天的 A 股和港股没有？曾经有一位私募大佬讲过，说 A 股的公司从长期来看有90%都是要清零的。大家想着这是什么概念？先前呢，我们可能不知道哪些公司会清零，但是经历过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以及连续暴跌的这2天，哪些公司会清零，恐怕大多数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了数。而此时此刻呢，作为投资者，最大的风险呢，可以说已经悄然的改变了，那就是你所理解的国运与国家和人民层面上的国运呢，开始分道扬镳了。它不是二者为一体的，而是渐行渐远的。前几年不都说赌国运吗？大家觉得中国还会有国运吗？昨天呢是郑州遇难者的头七，是他们魂魄回家的日子。那么郑州的沙口路的地铁口上面的花路口的花是越来越多，当地的政府不停的加挡板，把这些花围起来盖起来。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视频没有，就是害怕民众来祭奠，害怕民众知道真相。而民间的很多勇士义士，特别是郑州的，他们不停的就把这些挡板给拆掉。我看有好多照片视频是拆这个挡板的，和官方就对着干，说是不能阻挡了这些亡魂回家的路，甚至还有意识坦然面对警察的抓捕，说我坚决要拆了这个挡板，今天晚上才回去睡觉，如果你警察来你就抓我吧。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发这个帖子，叫王金雷有一个意识，确实是勇气非常可嘉他就算是顶住这么大的压力，也要拆掉郑州政府树立起来的挡板，也就是他们的遮羞布，把他们扯下来。郑州市政府可以说就是刽子手，双方也是进行了多轮的较量，一个建一个拆，花是越来越多，而挡板墙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长了。还有一个记者因为拍这个挡板墙把花围起来的照片被抓了。我就不信了，他这堵墙修那么长可以修到中南海吗？这件事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可以说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沉睡的，习近平构筑的国运话语正在受到普通百姓的挑战和质疑，而这也许是金融和经济动荡前发出的一种信号。所以我们看最近的一些事情呢，也是有预兆的。中国的东京奥运会夺金呢，现在是全面的大溃败，这一届可能会非常之差。5000年一遇的河南大洪水这个乱象可以说也是显示出中共集权统治正在彻底失控。南京的疫情失控，说明中共的疫苗是没有效果的，可能中共将继续长时期的闭关锁国。而中国股市呢，包括香港股市呈现出这种崩溃的走势崩盘的走势，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前景是非常不妙的。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而天津会谈的失败也意味着习近平的新时代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他的独裁统治体系可能将全面的失灵，强国梦已碎，中国可能将进入大瘟疫、大萧条、大饥荒和大动乱的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天已经是变了秋风已经起来了，落叶开始飞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做好准备，迎接最坏的情况。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加拿大律所在中国境内的代表机构，今天借着财经冷眼先生的宝地做一个商务推广。这2年很多发达国家对移民都关上了大门，5大理想移民地中，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移民门槛越来越高，排期也越来越长，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不仅没有收紧关闭，反而逆势而行，大肆敞开招纳移民。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 Justin 刚刚宣布计划在未来3年内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目前移民加拿大已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Axiri 海华希瑞是一家加拿大本土律所背景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律所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加拿大律师楼，地处温哥华的核心商圈，团队由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精英律师组成，发展至今已成为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在中国北京成立了唯一的代表处，10多年间为数千个家庭实现了移民加拿大的梦想。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中介服务机构，海华希瑞不专卖人头，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80万到120万人民币，1年半到2年，全家拿到加拿大枫叶卡，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雅思4分，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无需经商经验，也不需要资产解释，雅思4分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1年半到2年，全家枫叶卡，移民和投资双赢。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创业移民、联邦技术移民、各省的留学移民等等几十种移民方式。作为第一个在中国推广一步到位雇主担保移民项目的专业团队，除了移民申请案件，海华希瑞发挥律所优势，为客户提供投资、创业、税务规划、律师见证、遗产继承及房产等移民后的相关服务，和很多移民后的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是强者的游戏。但是万事开头难，路虽远，行则至。为了您的孩子，为了财富安全，海华希瑞一定圆您的移民梦。扫描视频中的2维码，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有专家为您1对1的解答所有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听，再见。